古特雷斯警告说，全球或分裂成美中阵营。拜登心领神会，而中国却在淡定看戏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在日前举行的东盟峰会上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罕见地发出了警告，必须不惜一切代价，避免将全球经济分成两部分，由两个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和中国领导。他指出，全球社会必须拥有一个市场、一套规则，所有的人都可以进入，而中美两国正在发生分裂，有两套不同的规则，两种主导货币，两种互联网，两种相互冲突的人工智能战略。这种局面将破坏全球应对挑战的能力。过去，美国的战略智库曾经提出过，未来世界可能是 G2 的格局，也就是中美共同领导。美国呢，也向中国表达过这样的战略构想，但是中国并不同意。中国到现在仍然强调无意颠覆现有的国际秩序，也无意取代美国。中国对未来国际秩序的追求仍然是以联合国为基础的多极世界。从古特雷斯的讲话中，我们就能看出来，白宫推动的 G2 格局并不成功，所以美国政府在经济层面又在推动一场新冷战。美国表现得越来越保守，而且呢越来越自私，但是呢又在拉着盟友建立小圈子。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四国芯片联盟和印太经济战略框架，其主要特点是这些组织都是针对中国而设立的，自然不会允许中国参加。拜登是在推动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经济阵营，用于对抗中国的崛起，或者说想用经济竞争和高科技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的核心。美国有条件在经济层面建立起与中国割裂的阵容吗？中国又会怎么来应对美国的经济冷战呢？首先，美国必然会在涉及未来核心产业竞争的领域建立起自己的小圈子，并且继续打压中国的进步。但是，美国追求的仍然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主，无法获得其他盟友的鼎力相助。从拜登推动的芯片联盟，我们就能看出来，美国想把芯片制造的核心领域把握在自己手上，但是参与芯片联盟的国家和地区不可能与美国一条心，因为中国这边是最大的芯片市场，而美国为了加强其电动汽车制造产业链，推出了一个补贴美国企业的法案，结果引发了包括韩国、日本、法国和德国的集体抗议。美国虽然打压中国的目标明确，但是它也会同时收割盟友，这种玩法是不可能有好结果的。其次，在美国无法阻止各国企业逐利的本性，长期制裁中国将有可能会导致针对中美市场不同的供应链。美国最担心的结果将会出现，从美国高通公司业绩的暴跌，到中国进口芯片数量的下降，再到上海进博会上出现的美国企业通过变通的方式与中国合作，包括荷兰和日本的光刻机公司都宣布继续向中国供货的情况，就能看出来，美国的制裁可以阻止一时，但是最终会逼着这些企业跳出美国的制裁法律，与中国的市场合作，这将导致美国芯片产业优势的加速丧失。最后，美国想通过压制中国的高科技产业的进步，本身就破坏了基于国际贸易为规则的世界秩序，无法对抗中国的开放。拜登政府延续了特朗普的一些玩法，表面上看起来来势汹汹，实际上证明了美国变得越来越保守，甚至想通过贸易壁垒来维持其优势。与之相反的是，中国近年来不断参加包括 RCEP、CP、TPP 等区域自由贸易市场。由于美国的盟友也在积极地参加这些自由贸易区，实际上正在被孤立的反而是美国自己。总体来看，古特雷斯的警告或许没错，拜登正在这么干，但是世界的发展趋势
仍然是一个市场一个规则，而中国必然会越来越开放，并且积极参与各个贸易区以及各项贸易协定的活动。拜登越疯狂，美国就越孤立，这对于想通过制裁和贸易保护来维持其优势的美国而言，实际上就是一个死结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